黄金一夜绝地反攻，一口气从4080美元附近重新拉回4140美元上方，多头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。而白银更猛，单日大涨接近4%，是黄金涨幅的2倍还多。可问题也随之而来，这波反弹究竟是趋势反转的起点，还是空头下山路上又一次又多的陷阱？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，本期为您回顾隔夜及上一交易日的黄金与白银市场，并展望今日重点。清晨这个时间，上一个完整的美盘已经收官，隔夜和亚洲早盘的方向也基本清晰，所以我们今天先带你把昨晚这根大阳线拆开看明白，再一起盘算今天该盯紧哪些关键位置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要先郑重提醒大家，本节目所有内容只是我个人对市场的观察和看法，只是个人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理财建议。市场瞬息万变，账户里的是你自己的真金白银，任何决定都请务必结合自身情况，独立判断。好，我们正式开始。我们先来看隔夜的整体行情。昨天这一晚可以用4个字形容：绝地反攻。前一个交易日，也就是7月8号，黄金还被空头一路砸到4082美元收盘，市场一片愁云惨雾，很多人都在问是不是要跌破4000了。结果7月9号这一天，多头突然发力，金价收在4140.8美元，比前一天整整涨了约1.43%。白银同期从58.54美元弹到60.749美元，涨幅高达3.77%。一夜之间，情绪从恐慌切换到亢奋。不过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今晨亚洲早盘，金价现报大约在4137美元附近小幅回吐，白银也在60.9美元一线窄幅震荡。也就是说，反弹是真的，但多头能不能守住战果，今天这一晚才是真正的考验。这期节目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：昨晚这根大阳线是抄底资金进场的信号，还是超跌之后的技术性反抽？带着这个问题，我们往下看。先说黄金，上一个交易日，黄金走出了一根漂亮的反包阳线。你可以想象成这样一个画面：前一天空头把价格摁进水里，眼看就要沉底，结果第二天买盘像弹簧一样把它重新顶了上来，从4080美元附近的低点一路收复到4140美元上方，日内涨了60多美元。这根阳线的意义在于，它把7月8号那根杀跌阴线的大部分失地都收了回来，说明在4080这个位置是真的有买盘愿意接货的。但是冷静下来看，我们不能只顾着高兴，黄金目前的价格依然稳稳地站在50天均线和200天均线的下方。50天均线在4341美元，200天均线更是高高挂在4597美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打个比方，就像一个人虽然今天精神抖擞地往上爬了几步，但他整个人还站在半山腰的阴影里，头顶上那2道厚厚的均线压力，就是他必须翻越的2道坎。所以昨晚这波强反，从更大的格局看，暂时还只能定性为下跌趋势中的反弹，而不是趋势的逆转，除非金价能重新站上4200，进而收复4340的50天均线，多头才算真正翻身。再来看白银，如果说黄金昨晚是绝地反攻，那白银简直就是原地起跳。同样的宏观环境，白银涨了3.77%，几乎是黄金的2倍7。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强调的，白银是黄金的高波动版、放大版的表弟。它身上一半是避险的金属属性，一半是工业的商品属性，所以每当市场情绪回暖，资金愿意冒险，白银往往涨得比黄金更凶。可一旦风向反转，它跌起来也比黄金更狠。我们用金银比来量化一下这种关系，用昨天的收盘价算，4140.8除以60.749，
金银比大约是68，也就是说，现在买1盎司黄金的钱可以换68盎司白银。昨晚白银的相对强势，让这个比值明显收窄，反映出资金的风险偏好在短线回暖。但同样别忘了，白银现在也远在它自己的50天、200天均线大约70到71美元之下，跟黄金一样，戴着 medium term 偏弱的帽子。所以白银这波弹性更大，但风险也更大，追高尤其要当心。那么这波反弹背后的推手是什么？答案主要藏在2个地方：美元和美债收益率。我们一个一个说清楚它的传导链条，别只记住一句负相关就完事儿。先看美债，昨天10年期美债收益率回落到 4.54%， 比前一天的 4.56% 又下了一点点。最近几个交易日整体是往下走的，收益率下降，对黄金意味着什么？你要理解一个核心概念：持有成本。黄金本身是不生息的，你把钱放进黄金，它不会给你利息，而美债是生息的。所以当美债收益率很高的时候，市场会想，我拿着黄金1分钱利息都没有，还不如去买美债躺着收利息。这就是所谓的机会成本。收益率越高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越大，金价就越受压。反过来，昨晚收益率往下走，等于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降低了，压在金价头上的一块石头轻了一点，这就给了多头反攻的底气。美元同理，隔夜美元指数走软，而黄金是用美元计价的，美元一弱，金价的标价自然水涨船高。这也是外媒普遍把昨晚的反弹归因于美元走软的原因。说到避险，就不得不提地缘政治。昨晚的市场还有一条绕不开的线索，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。海外媒体的标题写得很直接，交易员正在评估美伊冲突的影响，金价也因此重新站上4100美元。这就是黄金的另一重身份，避险资产。当地缘冲突让市场感到不安，资金会本能地寻找避风港，而黄金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这个角色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避险情绪往往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它更像是给这波反弹添了一把柴，而不是点火的那根火柴。真正决定中期方向的，还是美元和利率这些实打实的基本面。所以对于地缘因素，我的建议是，把它当成短线的催化剂来对待，可以让你理解昨晚为什么涨得这么急，但别把一次冲突就当成金价长期看涨的理由。局势一旦缓和，这部分避险溢价是会吐回去的。接下来聊聊美联储。对黄金这种不生息的资产来说，美联储的利率路径几乎是头顶最大的那片天。逻辑还是我们前面说的机会成本。如果市场预期美联储要继续维持高利率，那持有黄金的代价就大，金价承压。反过来，如果预期开始转向降息，实际利率往下走，黄金就会闻风起舞。昨晚收益率的回落，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市场对后续政策略微偏鸽的一点点压注。而这一周恰恰是检验这个压注的关键窗口。本周美国将公布6月的通胀数据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CPI。市场目前预期整体 CPI 年率会从前值的 4.2% 回落到 3.9%， 核心 CPI 预计维持在 2.9%。 你看，市场赌的是通胀降温，如果数据真的如期回落，就会强化降息预期，利好黄金。可万一通胀数据报表比预期更烫，那降息预期就会被浇一盆冷水，昨晚这波反弹很可能就得吐回去。所以说，这周的行情很大程度上要看这份 CPI 的脸色。从技术面来看，黄金我们把几个关键位置捋一捋。第一道支撑就在4080美元，这也是7月8号和7月1号2度探底的位置。昨晚的反攻正是从这里发动的，所以它现在是多头必须死守的生命线。如果这里再被跌破，下方就要看4008美元。
也就是6月24号那根长下影的低点了。再看上方阻力，头顶第一道坎在4160美元附近，也就是7月7号收盘的位置。如果能有效突破，才谈得上进一步挑战4210美元，乃至4340的50天均线。所以今天的看点很清晰，向上看多头能不能一鼓作气拿下4160，向下看4080这道支撑守不守得住，站上4160，反弹才有延续性，跌破4080，昨晚的阳线就成了一日游。两种情形我都帮你标好了路标，接下来就看盘面自己怎么走。白银的技术面比黄金更需要一分为二的看，它的短线支撑在58美元一带，这里聚集了6月下旬和7月8号的多个低点，是白银的铁底。昨晚也正是从这附近强力反弹的。上方阻力先看62美元，这是7月6号的密集成交区，再往上是63.5美元，也就是7月5号的高点。白银的特点你要记牢，它突破的时候会很爽快，一根大阳线直接顶上去，但假突破也特别多，经常冲上去又被打下来。所以对白银，我的态度是站稳62美元之前，别轻易认定它已经反转，多一分耐心，少一分追高的冲动。说到这里，我必须提醒你注意风险。昨晚的反弹固然振奋人心，但请你务必保持冷静。金银目前都还在中期均线的下方，趋势的大方向尚未扭转，这一波很可能只是超跌之后的技术性修复。越是在这种价格剧烈波动的时候，越要对风险心存敬畏，不要因为一根大阳线就热血上头，重仓追多，也不要因为前几天的暴跌就彻底看空，不敢参与。仓位管理永远是第一位的，谨慎二字，请你刻在心里。市场不会奖励冲动的人，只会奖励活得久、拿得稳的人。好，最后我们展望今日与本周。今天要盯的第一件事是关键位置的攻防。黄金看4160的突破和4080的支撑，白银看62美元的阻力和58美元的铁底。第二件事是美元和美债收益率的走向，它们只要继续走软，就给金银的反弹续命。一旦反弹走强，昨晚的成果就危险了。第三件事是情绪面，尤其是美伊局势有没有新的进展。给你画一张简单的情景图，乐观情形下，美元继续走弱 ，CPI 如期降温，金价站稳4160，直指4200。悲观情形下，美元反抽，避险降温，金价跌回4080下方，重新测试4000整数关口。再说说本周关注，这周是不折不扣的数据大周，周中的美国6月 CPI 通胀数据是绝对的重头戏，预期从 4.2% 降到 3.9%。此外还有6月的 PPI 生产者物价，6月的零售销售市场预期从上月的 0.9% 放缓到 0.3%， 以及美联储的褐皮书和多位官员的公开讲话。每一个数据都可能成为搅动金银的导火索，建议你提前做好功课，别被行情打个措手不及。最后留个问题给你，黄金能不能站稳4100，进一步收复4160？你觉得这波反弹是反转的起点，还是又一次诱多陷阱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。最后，请允许我再次郑重声明，以上所有分析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黄金、白银这类杠杆品种波动巨大，入市有风险，所有的盈亏都需要你自己承担，也就是盈亏自负。请你在任何操作之前都保持谨慎，量力而行，把风险控制放在收益之前，守住本金，才能等到属于你的机会。好了，今天的点击日记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并点亮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清晨的更新你都不会错过。你的每一次支持，都是我坚持每天早起为你复盘的最大动力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